拆掉房子吗？我其实不用特别藏这个电箱，因为它就在我的门后面嘛，我可能挂个滑鼠就好。结果没有，我们拿到实屋的时候啊，电箱在这里，我只是这么小的距离哦。你看，他只要一看到有开窗的地方，他就会很想看，你知道吗？我要是要拍那种就是那种梦幻的照片啊，不是有那种小美女会这样趴着吗？我腋下都露给大家看的，因为你看我这边有多高。你自己过来坐，你过来坐。我也是太高啊。对，你也太高，那你干嘛坐那么高啊？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觉得这种墙面有慢刀纹的这个纹路一直跟下去就好。那即便它稍微会刮伤，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就他们俩就是忤逆我的想法就对了。我想说这是我家，你不会喜欢对不对？我喜欢啊。我喜欢。我不喜欢哎。我喜欢，就是真的安全为主。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就开启订阅，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不要生气啦。我现在来到了玄关，大家有看过我小宅系列的人知道吗？现在呢，我就是很追求每个小宅都一定要有一个储藏室，所以这个玄关呢，是我绞尽脑汁之后生出了一个储藏室。我一定要跟你们说，很常建商给你的图啊，跟你实际真的进来施工的时候，很常都会不一样。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说？电箱不在门后面。没错，这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子指责他们。就是当时呢，我们预售屋买的时候，建商给我们的图面呢，就是这个电箱是在这个位置的。所以呢，我们那时候一直觉得，我一开了门之后，我其实不用特别藏这个电箱，因为它就在我的门后面嘛，我可能挂个滑鼠就好。结果没有，我们拿到实屋的时候啊，电箱在这里。大家常 follow 我们就知道，这里我们会做成一个，就是像这样子，怎么了？这是我们很凶的摄影师，对，笑死。反正就是因为这边有电箱的关系，所以呢，我本来在玄关就要做一个镜子啦，但我本来镜子是想说要放在玄关的那个玄关柜里面，但后来就由于这个电箱，所以就也因祸得福，我就获得了一个穿衣镜。我跟你说，你不要看这个穿衣镜好像很高哦，这完全照到我的脚，是可以照到全身的哦。玄关的穿衣镜就是一定要照到全身，就是如果没有照到全身的穿衣镜，干脆不要做。因为原本我就说，就是其实这图面是跟建商原本给的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后来发现我们这边有多一个像这样子的肉，我就一直在想这块肉我可以拿来做什么事情呢？于是我做了一个穿鞋柜，你们可以想象嘛，就是这么薄的柜子，你以为是置物柜对不对？No No， 看一个女生的鞋子，例如说你的墙后有这么小，你看鞋子是不是放不进去？我会这样子超出来，所以我特别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旋转鞋架。这不是旋转鞋翻架吧？转吗？它叫什么？正确的学名就是我们在告诉你们，但是反正这就是一个特殊五金，它这个有分单层跟双层，所以如果你墙后面的距离是更薄的话，你可以做单层就好。可是因为我墙的这个厚度，应该我记得那时候是有到18还20，对不对？所以就有这样子的尺寸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双层的。那你可以看这里，就是你鞋子可以这样子放进去。然后拖鞋可以放在上层，你就可以放5×210双鞋子。那如果你的鞋子是可以瘦一点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放到更多双。如果你不是蜈蚣的话，这么小的柜子其实已经足够你们使用了。因为我还有这里面的柜子嘛，所以如果我有更多的鞋子，或者是我有长缺，就会往这个里面放。是不是很棒？可是我要跟你们说，这个柜子啊，因为高监工的关系，它差点杀了我。你们快看我这个受伤，因为这个柜子本来我设计上面呢，这里可能会需要一个龙吐珠，可是呢，高男只有帮我做拍拍手，所以这个，你干嘛？你干嘛不让我用？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对他现在，你有没有看到他一直把真的啊，真的，你只要手这样，它这个磁吸真的太弱了，所以需要一个龙吐珠。没错，而且我跟你说，那天发生多可怕的事情哦，我只是这样子哦。他给我 open sesame 耶！我不是很用力的关这个哦，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也是稍微有点缓冲，我只是这么小的距离哦。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多可怕？这2个就直接这样子砸下来，就是砸在我的手上，你知道的，修。这边现在灯具也还没有装，这个也还没有油漆，这些都还没有锁上去，就是真的。安全为主。好，大家欢迎来到我的卧房，我的床就是现在就是在这里，哎，好舒服哦，一个快乐的双人床。我的房间就是走一个木质调的衣柜跟木质调的更衣间，对吧？是吧？你喜欢这个房间吗？喜欢啊。这个房间现在有一个缺点是我的门片关不紧，高监工，我这门片发生什么事情？要再调一下。对，现在缝有点开掉了。没错，其他的我是觉得这边没有什么好嫌弃的因为呢，我们现在总监年纪已经偏大了，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他用票的了。来上来，地震，要地震可是我没感觉。那你怎么
我旧家我就是也是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床垫，是棉豆腐的床垫。结果呢，它因为放在那个地上，然后我没有放那个防潮垫，它下面就发霉了。所以我这一次在装潢新家的时候，我就有跟高男 request 说，我一定要有床架，我床要 lift 起来，因为我这一次还是买了我喜欢的棉豆腐，我是用了芝麻豆腐，那我不需要再发生那样子的惨案，是不是很棒？啊，这个房间你给几分？我给不错，给个90吧。你不会喜欢对不对？我喜欢啊，我喜欢，我不喜欢哎，我喜欢。我才讨厌这个蹦雷，这个给我修。真是被高男气到，需要喝杯咖啡冷静冷静哎。特别买的这个扭蛋机给选择障碍的我，让我不用再烦恼要喝什么。Osner 复古意式双胶囊咖啡机，大的小的胶囊都可以使用哦。轻轻按一下，我家秒变咖啡厅。等待90秒的预热时间，当当，支持我一整天的精神饮品就出来啦！身为一个拿铁控，当然少不了牛奶啊。80度的蒸汽，不管打奶泡还是加热牛奶都好用。美好的一天就用 Osner 复古意式双胶囊咖啡机开始。大家每一个人家都要有一个什么？大卧榻。没错，每个人家都要有一个窗边卧榻。每次我在帮别人设计家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养猫或者有养狗的人，就是需要一个卧榻。像我们小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外面的风景。你看，他只要一看到有开窗的地方，他就会很想看，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帮他做了什么东西？阿信，帮他做了平台。没错。你看，这就是我们帮他设计的。这个窗台有点高嘛，所以其实在刚刚那样他会看不到。可是呢，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卧榻区，我们做一个这么大卧榻干嘛？就我想要有一种那种日式或者是那种台式复古的感觉，我可以在窗边这边喝个茶，喝个咖啡。可是你看这个桌子，会不会对我来说有点太高了？就跟镜子一样，就跟镜子一样。我要是要拍那种就是那种梦幻的照片啊，不是有那种小美女会这样趴着吗？我腋下都露给大家看的，因为你看我这边有多高。你自己过来坐，你过来坐。我也是太高啊。对，你也太高，那你干嘛坐那么高啊？是啊。对，因为我就不懂哎，就直男们到底想怎样？这个可能还要再拆一买吧。但是总之呢，这个是一个窗边桌。平常我们2个人如果只有单独在家里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在餐桌上面吃饭，因为我们家的餐桌是一个几人餐桌。你家吗？对啊，这个家的餐桌。这个家的餐桌是4人餐桌吧？不是10人餐桌啦。变形之后。对，就是我们家的餐桌是10人餐桌，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可能会招待客人来，可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天在10人餐桌吃饭，所以呢，我们就有 extra 做了这个桌子是很多用途的，它可以当小家看风景的一个小跳台嘛，然后跟如果它放在那个角落的窗边的话，它就可以是个小书桌，因为那边呢我们有做一个脚可以放下去的凹槽。阿信，你示范一下，没错。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桌子在那边靠着窗户的时候，它可以看窗外的风景。然后这个桌子如果可以再矮一点的话，它就可以在那边用笔电。总之，这是一个弹性桌。刚没有跟大家说到，就是这里呢，其实才是我原本设定给我自己用的化妆桌。镜子我是想说要做2面的，然后这个镜子大概到时候会降下来在这个高度。所以呢，我的化妆品大家有看，我有偷偷把它就做了一个柜子在这个深度都没有很深。实际使用过后之后，我觉得放化妆品最好的深度其实在25公分左右。化妆这么多年习惯，我发现我还是比较习惯用抽屉，所以就等于说我抽屉这里面我就有做一些自己的分隔，然后到时候我的东西就会在里面，然后我就是可以在这边化妆，然后在这边拿东西，是很完美。那我相信大家有在化妆的女生应该知道，如果你有在上粉底液的话，你都会需要用美妆蛋这个东西。那美妆蛋这个东西要干嘛呢？它要沾水，然后如果你的浴室是离你很远的话，你每次要跑去沾水，所以呢，我就有把这个水龙头，我没有把它放在这边，我把它放在这个侧边，因为我在这边化妆的时候，我也可以在这边用我的美妆蛋，是不是？很方便，对，好，走，把我拉过去。我们现在要去那个，你看那个上面还可以拉筋，你脚有没有太？我很硬的。好，那你把我拉下去。好，接下来呢就来到我家的更衣间，想不到吧？我家居然有更衣间哦。好，我这样进去了。就是这个啊，这个更衣间是比较以我自己个人自私型的身高来做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走进来是完全不用低头，但是我们高男来一下，可能会撞到头，对不对？你过来，好像也没有高成那样，你好还好啦。哦，不好意思，他也没有高成那样哦，他也 no problem 哦，所以啦，多友善的身高。对，有时候你家的衣柜偶尔会放比较大的东西，虽然大部分的时间不会，所以我家的门片是做像这样子的。就是我可以这样子把它打开，然后所以我可以有一个真的很大的开口，然后进来。我就有做这个铁件的衣架，我必须得说，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大懒人，我是不折衣服的，更衣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做挂的。到时候这边如果完整收纳完的话，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但是高男
这个漆要补，因为就是我这个铁件有特别就是烤那个特殊漆啊，但是这个特殊漆可能有刮伤，就是因为收尾的时候，我们现在这里收尾还没有完全收完，我们现在是不要以为我在沉浸式烟雾，我在沉浸式收尾，但总之这边现在看起来是还蛮 OK 的吧，没有什么好脏。脏脏的，这里要补漆，对，这里我觉得是收尾收的还蛮完美，没什么缺点，对。但就是有一些铁件还没有锁上去，但这我已经不想要嫌它，因为我现在的要求我已经放到很低，大家就是我还矮，对。Go， 3、2、1，3、2、1，3、2、1，哇，好有默契哦！3、2、1，当然吗？多拍几张啊！他小生气，等一下就回来了。好，那我们就是要继续回到燕屋的这部分。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拍照墙。但是大家应该知道，我想要做出一个什么感觉吧？你说，本来这边应该要做出一个什么感觉？这个 infinity。没错，就这边本来要有一个无边际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现在这个漆给我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好，我先跟大家说，因为呢，就监工跟师傅们的看法来说，因为地坪的材质一定要比较硬，因为我们家有狗嘛，会走来走去，所以呢，这个地坪它是用了一个比较硬的意大利的地坪的涂料。那可是呢，墙面就是因为我就喜欢这种有慢刀纹的嘛。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觉得这种墙面有慢刀纹的这个纹路一直跟下去就好。那即便它稍微会刮伤，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就他们俩就是忤逆我的想法就对了。我想说这是我家，这会被刮伤或什么的 ，I don't care。我就希望它长得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感觉。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总监已经15岁了嘛，然后我就会很想要记录他每天的变化跟什么，所以我那时候设计这房子的时候，希望有一面可以拍照的墙，每个礼拜都可以帮他照个相。可是他现在这个就是毁掉我一个 infinity 的感觉，你们在镜头应该可以看到，就是它这里就断开了。但我本来这里应该要是那种我们去拍婚纱照的时候会让你背景看起来无限延伸，所以这里要干嘛？要直接做到底试试看。没错，所以这里要改，因为我觉得我这次也是趁这个机会帮大家实验一下，如果我真的拿做墙面涂料来做地板的话，那它刮花程度会多严重，可以给大家一个 reference 这样子。所以这里就是请你帮我修正，而且你看那个。油漆开始了，没错，没错，快补。然后跟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因为你看这一块就是我进来靠近那个客厅的地方的时候，因为这是我的玄关嘛，然后所以这边就有一条，我其实就是对这个漆料是很满意。如果之后我要再使用，我可能不会想要使用这个漆料，但这是我就是把我自己自身的痛处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家如果家里要做无缝地坪的话，要考虑得很清楚，或者假如你要做无缝地坪的话，你尽量就不要有什么结合面，因为我觉得无缝地坪啊，它跟别人的结合面，它就是做的不会漂亮，给它属于它自己的地方就对了。对对对，它需要一个4边都有断开的地方。因为其实当时我在做这么多的地坪结合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最担心的是波龙地毯跟瓷砖之间，我很怕他们两个没有办法齐缝，因为他们两个这个材质都是有各自的厚度嘛。那反而那时候特殊漆料，我就觉得我不担心它，因为漆料这个东西就是我其他地坪做好之后，它跟它叠一样的高度，就是反正它就是用自平水泥或者各个方式，它是有办法自己堆叠出那个高度。可是现在我看下来啊，我的家里我都很满意，可是所有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漆料的地坪，我很不喜欢这个地坪。我后来就有点觉得，那时候应该直接用波龙地毯直接这样子粘上去。对啊，我这样看起来更无边际，还是我们把这边拆掉做？大家自己好好想想，对，你好好想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对，没错。好，因为本来我们就说这次要沉浸式烟雾盒变沉浸式收尾嘛，那所以就是你觉得你给自己的收尾几分？因为如果是沉浸式烟雾的话，我给0分。对，沉浸式收尾你给个几分？收尾应该是50吧。50，对，因为其实真的还是有很多尾没收完啊，他简直就是个骗子哎！他说今天中午之前会收完哎，刚刚的里面啊有超多的收尾，是我开抽屉发现那面板都还没有上去，而且你看这边，我现在衣柜破这么大一个缝，合理吗？我的化妆桌那个高度都还不是问题，镜子都没有上去哎，就是一堆，然后那个灯条装不上去就。谢谢那个阿行跟师傅们再给我1集的素材，因为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完整收完尾是什么。要不要再录沉浸式烟雾？哦，那就不错。对，我要笑死啊！走吧，拜拜。拜拜。